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说说中国流亡海外的艺术家，叫艾未未。他还有中国国籍，所以他是中国人啊，只是呢在海外居住。他是中国著名作家艾青的儿子。艾未未这个人呢，他是艺术家，可是他的作品一般来说都有很强的政治意味，所以呢，很多他的作品都是，相当于批评中国执政党的吧，可能让中国执政党呢有些不爽。于是呢，2015年他就出走海外，到了德国。你看，德国总是收留了一些中国各种各样的政治方面的人物，比如说德国还收留了一些香港黑豹的那些，德国说他是民主积极分子，其实就是一些学生领袖、一些暴徒。艾未未其中也是一位德国收留的，所谓呢中国意见人士吧。他2015年直接从中国到了德国，然后呢一直在柏林。他在柏林艺术大学有一个客座教授的身份，也是德国方面嘛，因为要养着他，所以呢给了他一个职位。但是在德国住了4年之后，他实在在德国待不下去了，然后呢就移居到了英国的剑桥。据他说，是为了他的儿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能够有个更安全的环境。言下之意就是说，在德国他的儿子可能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他就不得不离开德国。当然对德国呢，他有很多怨言了。他一次呢在接受德国的国家媒体吧，也就是德国政府的喉舌德国之声的采访时呢，大骂德国各种的不堪，让德国媒体呢对他也有怨言，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德国人把你养起来，你呢不仅不感恩，还对我们骂这骂那，这不平那不平的。所以呢，当时他离开德国之后呢，德国媒体呢对他也并不怎么待见啊。很有趣的是，最近呢，英国的天空新闻对他进行了采访，然后呢，周日也就昨天呢，天空新闻呢播出了这段采访的片段啊。这段采访呢非常有趣，他的言语其实是啪啪打脸西方的。他说啊，西方的审查制度和中国一样，有时甚至更荒谬。他甚至呢把现在的西方对言论自由这一块来说，与当年的毛时代的中国相比一样严重。好，那我们先来看看昨天周日英国天空新闻对他的采访的报道。流亡海外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西方的审查制度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模一样。这位流亡海外的中国艺术家接受了天空电视台星期日早晨节目特雷弗·菲利普斯的采访，谈及伦敦一家画廊取消他的展览一事。艾未未说，西方的审查制度和中国一样，有时甚至更荒谬。 Are you worried that the West itself is starting to clamp down o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of artists, writers, intellectuals? Yes, I have been under this condition also my father's generation as a writer. He was exiled. And I grew up in this heavy political censorship. But I realize now today in the West, you're doing exactly the same, sometimes even more ridiculous. You know, if I just heard say two NYU professors, they just give some opinions. You know, it's kind of like private talk. Then they have to be fired. And this is really like a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is really trying to destroy anybody who have a different attitude, even not even clearly opinion. So I think this is such a pity happened in the West so broadly. In universities, in media, in the in every location, universities or political sector, everywhere you cannot talk about the truth. 流亡艺术家艾未未告诉天空新闻，当今西方的政治审查制度与中国残酷的共产主义领袖毛泽东时代如出一辙。好，德国之士呢，我在这里说说啊，在这里。艾未未没有说中国残酷的共产主义领袖，他只是说像毛时代一样，中国残酷的共产主义领袖这几个字是天空新闻自己加上去的。从这残酷的共产主义
这2个词修辞啊，就可以看出，它这个天空新闻虽然自诩为中立，但是呢，它的政治立场特别的明显，就是妥妥的反共。因为共产党、共产主义这种词汇在西方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贬义的词汇，然后前面还用了残酷这个形容词，就再次加深了这篇报道呢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倾向。好，我们继续往下。这位66岁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天空新闻的周日早晨节目中告诉特雷弗·菲利普斯，西方社会变得如此胆怯，以至于真的在避免任何形式的质疑或争论。他在回答一个关于伦敦利森画廊在11月取消他的展览的问题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提及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言论。在这里呢，我又想说天空新闻说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你看只用冲突这个词，轻描淡写，对不对？但是其实过去啊，从11月到现在已经3、4个月了啊，以色列一直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无差别的轰炸屠杀。你看现在这家英国的媒体使用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词汇，以色列哈马斯冲突，而不是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轰炸，或者是对加沙地带的屠杀等等，可见他的立场如何。好，我们继续看天空新闻的报道。他的帖子暗示犹太人受迫害的负罪感被转移，并用来对付阿拉伯世界。该帖子随后被删除。他还认为犹太社区对美国的媒体、金融、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意味着两国有着命运共同体。艾薇薇告诉菲利普斯，你知道西方社会变得如此胆怯，以至于真的在避免任何形式的质疑或争论。所以我基本上是在推特上发言，回答别人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你可以说话或者随心所欲，你可以开玩笑，可以取笑，你知道，只是发表你的意见。但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因为发表了自己的基本观点而被解雇、被审查，这已经变得非常普遍。这是艾薇薇说的。配图说明，艾薇薇说西方艺术家已经被资本主义腐化了。这位活动家在谈到自己1岁时全家被流放的经历时说，我是在严厉的政治审查中长大的，我现在意识到今天的西方你们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将毛泽东时代的灾难性大清洗与之相提并论。毛泽东时代的大清洗将中国推向了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在批评纽约大学2名教授因发表与加沙有关的言论而被停职时，艾薇薇说，这真的像一场文化大革命。他试图摧毁任何持不同态度的人，甚至都还没有发表过明确的观点。因此我认为这是非常遗憾的，它发生在西方，如此广泛的发生在大学、媒体和每一个地方。好，在这里我说一点背景知识啊。艾薇薇在这里提到，在美国纽约大学有2名教授，他们只是在私下里发表了一些以色列这次对加沙地带进行轰炸的言论，而就是这样私下的言论真的没有公开。因为这私下的言论，这2名教授被停职了，也就是丢了他的饭碗。你们看看现在西方的言论自由是不是一个大的笑话？好，我们继续往下。艾薇薇说，因此我认为这是非常遗憾的，它发生在西方，如此广泛的发生在大学、媒体和每一个地方。在大学或政界，在任何地方你都不能谈论真相了。艾薇薇的艺术作品经常涉及中国的政治问题，他经常批评北京在人权和民主方面的记录。当被问及是否认为西方艺术家在捍卫言论自由方面做得足够时，艾薇薇认为他们已经被资本主义腐化，他们只是为了钱，也是为了出名。2011年，艾薇薇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捕，被拘留了81天。他于2015年离开中国，至今未归。好，在这里我补充一点，前面提到2015年他离开中国，到达了德国，一直在德国住了4年。2019年移居到英国剑桥，现在一直在国外。好，现在我们继续看天空新闻的报道。他目前主要居住在葡萄牙，
但在柏林有一间工作室，在英国也有一处房产。但这位艺术家说，他从不后悔说出这些话。他说，我在捍卫一种价值观，它将使每个人受益。他说，我的一点经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多少要讲出来。艺术家有责任这样去做。好，朋友们，刚才是英国天空新闻的报道。其实艾薇薇作为西方的曾经座上宾，只不过说出了我一直强调的西方普遍存在的政治正确，这就是明的暗的审查或者是自我审查。其实大家都不用说什么，都是半斤八两。但西方一直对外宣称他们有言论自由，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实这只是西方为自己树立的一块贞洁牌坊而已。西方的所谓言论自由只存在于西方的政治正确这个框架内，绝不可能越界，否则你就会立即受到打压甚至迫害。比如前面我提到了斯诺登、阿桑奇等等。在与天空新闻的访谈中，艾薇薇就提到了纽约大学的2名教授，他们只是私下里谈论犹太人的问题，根本没有公开发表任何的观点，却被解职了，因为他们被扣帽子为反犹太主义者。可见政治正确在西方是一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甚至是长臂，亦或是紧箍咒。艾薇薇作为在德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生活多年的公众人物，想必他的感受很深，于是才说出了让西方特别不愿意听的话。艾薇薇曾经在柏林生活过，并在柏林艺术大学任客座教授。回忆起在柏林的日子，他说，德国不宽容，崇拜偶像，威权色彩浓厚。艾薇薇从2015年起一直居住在柏林，2019年移居英国大学城剑桥。他移居英国的原因是因为他10岁的儿子，他希望儿子能够在英国得到良好的教育和更多安全。他说他不想让孩子在粗蛮的社会条件下长大。他称德国不能给外国人提供良好的环境。你看，他用了在粗蛮的社会条件下，也就是说他不想让他的儿子在德国这粗蛮的环境下长大。这算不算间接打脸德国呢？他说，在英国人们至少有礼貌，而德国不是。德国人对外国人有一种深深的抵触情绪。艾薇薇还说，德国人奉行唯上主义。他表示他不喜欢对权威如此卑躬屈膝的国家和文化。他说，与中国相似，德国人自甘受他人压制，纳粹主义一如既往的存在，以某种超人一头的形式出现在对世界的看法中。当然，他这么说具体意味着什么，因为没有上下文，所以呢，我无法做出解释。可能他认为在很多问题上，德国必须听从美国的意见，即他所说的权威。确实啊，在被美国驻军的同时，德国人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指出，在德国，虽然他个人未曾经历过公开的种族主义，但是在德国首都柏林，他多次因芝麻小事被赶下了出租车。其中一次是因为他拒绝关窗，另一次是因为他与远在北京的母亲通电话。所以呢，从他的描述来看，可见可能他的性格有缺陷，就是我们常说的他的情商很低。比如说在德国柏林大冬天的，车内可能很冷，关窗为何不可呢？另外在德国我们要入乡随俗，对吧？如果你在车内大声的跟你远在北京的母亲通电话，人家要听不懂你讲什么，是不是特别的烦？像我也一样，如果在德国公共场合有人大声的说话，而且那个语言你也听不懂，你是不是也很反感？所以呢，要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从这细节来看，可能艾薇薇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他的性格可能比较倔强。这算不算性格的缺陷呢？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人呢，不要老是呢埋怨别人，要从自身找原因。艾薇薇被问到他是否会退休，说不上自己想退休，但可能想隐退，可能就在剑桥。他说他想回中国见到自己的老母亲。他指出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母亲了，但他担心他一旦回中国有可能会被拘捕或者被吊销中国的护照。艾薇薇60多岁，
说到这里，我也想起了我在国内的老母亲，我特别能感同身受，但是呢，我却不理解她，为了自己所谓的政治理念，可以抛弃自己远在中国的老母亲 N 年，那么多年，至少2015年到现在9年了，一直没有见到自己老母亲。而我推算了一下，他的老母亲现在91岁了，如果按正常的寿命，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呢，另一方面我也相信他特别想回中国去，但既然这样，他当初做一个成人，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也会想到，一旦离开，很可能这一辈子就不可能再返回中国了。他今天的情形是他自己造成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一个能够为了自己政治理念抛弃自己老母亲的人，是非常绝情的啊。从我来说，我做不到，也可能我的政治理想没有那么高尚吧。我真的想象不到，我会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可能永远见不到自己母亲的最后一面，出走他乡。另外，我也想不通，与老共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永远不能够原谅对方呢？他是不是那个人只记得自己的恩怨，永远看不到整个国家一直在进步？我估计呢，这也是他的性格缺陷，可能是偏执狂，或者性格孤僻，容易走极端。而且据我所知，他的户籍不可能随便被注销，他没有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啊。如果是我肯定会设法与中国当局达成某种和解，因为他在伦敦很容易到中国驻外领事机构去啊，跟他们谈谈嘛，跟他们交流吧，对吧？我相信啊，老共也是由一些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你在英国现在遇到了麻烦，想与老共和解，绝对是可能的。我也相信中国的大门肯定是敞开的。当然，我不是他，我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另外，做一个艺术素养不高的人，我欣赏不了他的艺术。他的艺术，他的作品赋予了过多的政治意涵，最后被西方利用，他也甘愿当西方的马前卒，这真的好吗？而真正在西方生活和工作后，不仅对德国，对整个西方，他不是也一样抱怨吗？在万籁俱寂的时候，他会不会静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不知道他看到的经历的西方与他的理想的西方是不是有落差？另外，我想知道，在英国，他一定能让他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安全的环境吗？因为可以想象啊，一个纯亚洲的面孔，一张中国人的脸，在西方的校园里不会受到霸凌，而所谓的给他的孩子更加安全的环境，可能也是一厢情愿罢了。总之，在昨天的天空新闻中，他把今日西方啊与毛时代的中国相提并论，肯定让西方非常的不爽，今后一定会遭到更多的冷落，甚至被西方抛弃。因为他的此番公开言论，相当于啪啪打脸了西方，这是大忌啊！因为他的话太不政治正确了，所以他今后在西方的日子可能会更加艰难。到底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好，朋友们，今天关于中国意见艺术家艾未未的话题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请在下面留言。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